伟人当时的水平考不上北大，伟人挚友说出真实原因。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，有一位记者曾问了胡适关于新中国和毛主席的看法。胡适听到这个问题后，立刻变得侃侃而谈，甚至他的回答还藏有一番深意。他说自己和毛主席只相差2岁，而且他是在北大图书馆做事的，算不上是自己的学生，况且以他当时的水平还考不上北大。胡适与伟人之间有何恩怨？为何会说伟人当年的水平应该考不上北大呢？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之后，国共两党的问题迫在眉梢，矛盾也愈加明显。为了避免重蹈覆辙，伟人希望和平处理两党问题，于是就找到了胡适。虽然双方立场不同，但是伟人还是希望他能消除对共产主义的偏见，可胡适却拒绝了。后来新中国成立之际，伟人曾再一次邀请胡适，但胡适又拒绝了，并且选择前往美国，哪怕回国后也是在台湾定居。那么毛主席当年真如胡适所说，没有能力考上北大吗？毛主席在得知胡适对他的尖锐评价，仅仅是一笑而过，但毛主席的许多好友却对此发表了不同看法。伟人的挚友罗章龙表示，当时毛主席之所以没有考入北京大学，主要与所处的时代因素与个人情况有关。1918年4月14号，毛主席、蔡和森、何叔衡等人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。当时学会中的许多成员积极响应蔡元培的号召，想要去国外学习。而毛主席作为领头人，自然是要鼓励这种行为，所以也在为出国勤工俭学做准备。还有一点就是资金问题。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是两袖清风，心怀国家，说的直白点，就是毛主席的家庭那时候比较穷，而当时的师范学校是免费的，所以毛主席就选择了去湖南医师读书。再加上国民教育部的规定，中等师范毕业生得等几年才能考大学，这也成了伟人进入北大的障碍之一。而除了这些条件，其实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，也正是因为这个因素，才导致了伟人最后没有考入北大，甚至没有出国留学。当年伟人明明能上北大读书，但为何却放弃了呢？其中最主要的因素还是毛主席去北大旁听时，发现那时的北大课程有些老旧腐朽，还不如自己在图书馆里自学。可对于《新青年》杂志的代表人物如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胡适等人，毛主席还是十分敬佩和欣赏的。种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，伟人就不打算报考北大了。后应恩师杨昌济的召唤，来到北大图书馆任职，月薪虽然只有8个银元，但在这里既能学到知识，又能随时去旁听课程，这对于伟人来说已经足够了。哪怕后来攒够了赴法留学的经费，但为了实际考察国情，伟人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。而那时的胡适作为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，学术实力还是有的，再加上他发动的文学革命，彻底解放了中国读书人的一些枷锁，所以伟人一有时间也会去旁听他的课。两人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，所以多年之后，伟人谦虚地称自己为胡适的学生也没什么问题。可随着形势的变化，两人最终产生了难以弥合的思想隔阂。伟人在图书馆期间受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感染，接触到了马列主义，而胡适却主张实用主义、自由主义。虽然他不支持国民党的独裁，但却又认为国民党才是正统，于是开始为国民党而奔走国外。而李大钊、陈独秀等人则开始创立了中国共产党，至此两拨人彻底分道扬镳。所以当新中国成立后，当他听到要对毛主席评价时，也难怪他会这么说了。对此您怎么看呢？